爱吃芝麻酱的朋友们，是不是经常遇到这样的烦恼？自己买回来的芝麻酱又黏又结块，吃起来还有点苦涩，完全不像火锅店里那种醇厚香浓的口感。别急，今天就来揭秘大厨都在用的芝麻酱调息秘籍，让你的芝麻酱从此丝滑细腻，香气四溢。大家好，我是小蔬果。说到芝麻酱，那可是美食界的宠儿。吃火锅的时候来上一勺，醇厚的香味瞬间在口中散开，拌面、凉菜也离不开它，瞬间唤醒食欲。可为啥咱自己买回来的芝麻酱跟火锅店吃的完全不一样呢？其实这是因为所有的芝麻酱在吃之前都需要调息，只是好多朋友不知道这关键一步，更别提掌握正确的方法了。选对芝麻酱是第一步。生活中常见的芝麻酱一般分为纯芝麻酱和混合型芝麻酱。纯芝麻酱真材实料，只有芝麻制成，那芝麻香味就会更浓郁，开盖就能闻到扑鼻的香气。而混合型芝麻酱是芝麻和花生等混合调制而成的，在购买的时候可得仔细辨认清楚哦。炼制灵魂料油。准备材料：取一把新鲜香菜和一根大葱段，清洗干净后切成小段。装入盘中备用，它们将为料油提供清新的底香。接着准备几种经典的香料：几片香叶，自带清新木质调的气息；一小块桂皮，能赋予料油醇厚甘甜的底味；2粒八角，香气浓郁独特，是中式香料里的灵魂角色。再来一小把小茴香，能带来柔和的辛香与回甘，为料油增添别样的层次感。炼制过程：我们采取冷油下锅的方法，这样能更好的激发香料的香味。将之前准备好的所有香料香菜段、大葱段、香叶、桂皮、八角、小茴香全部放入冷油中，开小火慢慢加热。冷油慢炸的目的是让香料的香气随着油温的升高被充分均匀的萃取出来，而不会因为温度过高而糊掉。整个过程要用小火耐心慢炸。你会看到香菜和葱段慢慢变色，从翠绿变成深绿，最后变成金黄色。当你看到葱段和香菜变成金黄色，并且能闻到浓郁的复合香味时，就说明香料的味道已经差不多都释放到油里了。立即关火，用漏勺将锅中的香料残渣过滤掉，让炼制好的料油自然冷却。别小瞧这料油，很多饭店酒店大厨都在用呢。平时做凉拌菜、凉拌面的时候，往里面加一些料油，那味道立刻就升华了。自己在家也可以多做点，好多菜都能用到。调息芝麻酱的关键步骤：待料油冷却至微热，用勺子取少量分多次淋入芝麻酱中，顺着一个方向搅拌。每加入一次油，就立刻用筷子或勺子始终顺着同一个方向快速搅拌，这样能让油和酱充分融合，避免出现干硬的小疙瘩。其实生活中调芝麻酱一般有2种方法，用水调和或是用油调和。用油调和的芝麻酱不但存放时间更久，而且香味浓郁醇厚。用水调和呢，存放时间较短，味道相对淡一些。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一边观察状态，继续少量多次的加油搅拌，你会看到芝麻酱的质地从干稠逐渐变得顺滑细腻。用油调的时候要注意，别一股脑的把油全部倒进去，要一勺一勺的往中间倒油，
这样调出来的芝麻酱才能和油充分融合，口感才细腻。当芝麻酱达到您想要的浓稠度，比如像浓稠的酸奶一样时，就可以停止加油了。4. 调味与点睛之笔，接着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生抽，生抽可是提鲜的小能手，再来少许蚝油，蚝油能让味道更丰富。用勺子不停地搅拌，芝麻酱的颜色明显加深，香味也更浓郁了。这时大家会看到，本来已经顺滑的芝麻酱，因为吸收了生抽和蚝油的水分，又开始变得有些粘稠，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不要着急。重点来了，接下来我们用雪碧来完成最后一步点睛之笔，依然遵循少量多次的黄金原则，边搅拌边慢慢加入。这样做能让麻酱有充分的时间吸收液体，让你精准的控制最终的浓稠度，避免一次加多导致过稀。很多人想不到，这其实是餐厅里让麻酱口感升级的秘诀。雪碧的气泡能带来轻盈的口感，能有效中和芝麻酱的厚重感，让它吃起来更清爽不油腻。其自带的微甜可以取代白糖，为麻酱增添一点自然的清甜，中和原料自带的微苦，让味道更柔和。同时，气泡在搅拌时还能帮助打散芝麻酱内部的颗粒，让整体质地变得更加蓬松细腻，不易结块。继续搅拌，你会看到表面白色泡泡渐渐消失，大概1分钟左右，一份顺滑香浓、清爽的芝麻酱就大功告成了。快来看看，这样调出来的芝麻酱光泽度十足，细腻的不像话，光站在碗边香气扑鼻，光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调好的芝麻酱用来拌菜，各种蔬菜瞬间裹上一层香浓的酱香，味道层次丰富。拌面，每一根面条都均匀的挂上芝麻酱，喷香可口。蘸火锅，给各种食材增添醇厚的风味，比酒店火锅店的还香呢。5. 保存小妙招，芝麻酱一次吃不完别担心，教你一招，能让它持久新鲜。在调好的芝麻酱表面，轻轻淋上一层我们之前炼好的料油，让它形成一个完整的油膜，隔绝空气，然后盖上盖子，用保鲜膜放进冰箱冷藏保存。这样保存有3大优点：一防氧化，更持久，油膜能有效隔绝空气，防止麻酱氧化变黑，产生哈喇味，大大延长保质期。2锁风味，更香浓，密封保存能锁住麻酱的香气，下次吃的时候风味依然浓郁纯正。3防干裂，更顺滑，油封可以防止麻酱因水分流失而在表面形成一层硬壳，保持整体质地的细腻顺滑。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的陪伴，愿这份小小的美食技巧能为你和家人的餐桌增添一份温暖。我是小蔬果，记得点赞关注分享，咱们下期再见。